好，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有关 Python 版的实作。那我们先谈的是本机端。好，我们的 Keros 的模型当然已经有了。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一般来讲，影像的辨识大部分都还是采用CNN 的方式啊。好，那我们主要那个模型的训练是透过Google 所支援的 Teachable Machine 在云端上训练，然后让它下载。那当然，如果你在本机端的话，你当然先要做一些事情当然就是你要有你的软体。那我们是要事先要有所谓 TensorFlow 那 Keros 基本上我们都是CUDA版的，然后再来才是考虑到整个 Python 实作的一个情况。好，各位好。那我们其实在这个 Teachable Machine 上，基本上都已经将这个模型都训练好了。训练好了之后呢，当然就是要将训练好的 model 将它绘出所以我们这边点到绘出模型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去点到 TensorFlow。然后我们再下载我们的模型那它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下载到我们适当的资料夹。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切到我们的 Jupyter Lab。我们这边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一份所训练好的 Keros 的模型呢，我们去看看它在我们所撰写的 Python code 它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把一些必要的部分呢，先做一些执行。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字串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支程式在做什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去看一下我们的有关于我们的 CUDA 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应该就会显示目前的 CUDA 的情形这个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关掉了。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装到这台电脑的 CUDA 的情况。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汇入Keros Models 当中一个套件叫做 Load Model 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久。好，再来就是我们有关当中影像部分，我们影像的处理方式，我们是采用 OpenCV。那在 Python 版的 OpenCV 它是建构在 NumPy 之上所以当中特别是对于影像矩阵的一个处理，我们会使用到 NumPy。所以这两个套件要汇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有关我们的 TensorFlow 还有我们的 Keros 它的版本这个当然必须跟我们的 CUDA 能够互相支援没有所以这部分我们看一下。所以都是 2.7.0 版。好，我们呢 dir 一下看我们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一些等待测试的图档，从0.jpg 到5.jpg。那我们刚刚所下载的 Converted Keros 点 zip 档，这个我们已经将它解压缩了
那包括了 Keros model 点 H5 还有 labels 点 txt 这2个档。好，其他当然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档案。好，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当然稍微看一下跟 CUDA 相关的哈。这个我们的 TensorFlow 确实是跟 CUDA 一起编的啊，那编译过程确实有点复杂啊，也比较久。那我们看看我们的 GPU 的情形。那所以在这部电脑它要执行这个程式，应该问题都不大。那我们接下来是个字串哈，将它列印出来，特别是将我们这个 IPython Notebook 的档上传到 Google Colab 上之后呢，我们当然可能要做一些动作啦，像是converted Keros 点 zip 那个档啊，那个当然要将它上传，还有相关的一些测试的档要上传。那压缩档当然要解压缩啊，这个是之后我们在 Google Colab 上要去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将它的一些科学符号呢，我们将它 disable 掉啊，避免产生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 Keros model 点 H5 这个档啊，将它汇入为我们的 model。当然不compile啊。好，再来就是我们的 labels 我们分成3类嘛，有狗、人、猫。好，然后我们建立我们测试档案的清单。因为我们的命名是0到5，后面的副档名都是点 JPG， 所以这个处理上就非常容易。好，接下来我们先一张一张测试哈。那这个后面我们大概再处理哈。我们先测试个1张，看看它的情况。第0张，那我们将它透过 OpenCV 将它读到 image 这个矩阵，然后我们看这 image 的 shape 它如果不是正方形，当然下面的命令方块，我们当然就是要将它做裁切啊。那这已经是正方形了，这应该是它的测试图所以这个是不需要裁切的，但是我们还是让它执行。那也不需要 resize， 因为我们基本上它都是要resize 到224乘以224宽度长度，它是一个正方形，但是我们还是让它进行。接下来就是秀图秀图如果是在 Google Colab 上，这个当然也要做修改那 Google Colab 上是没办法使用 Iron Show 的然后我们看这张图是什么是一张柴犬的测试图。好，然后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原先的图的资料呢，将它 reshape 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喂进去 model 里面那个形态，所以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接下来就是所谓的 normalize。好，重点就是下面这命令格，我们要去预测我们的 image 到底是哪一种物件。
然后我们找出它最大的就是它几率最高的那个 index， 然后我们将它的那个 index 的名称将它做个选取到我们的 class name， 然后它相关的预测的可信度到底是多少？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比较久一点。好，最后就是列印列印它会被辨识成为什么以及它的信度，所以信度100%这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因为我们总共是有我们有6张图嘛，所以下面的部分我们其实可以做一点小小的修改。好，所以我们将这几个命令格将它合并起来。好，那我们把下面这些命令格都已经合并完成了。合并完成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能够用一个 for 回圈那这个 for 回圈应该我们是搭配我们的 list 清单的这样一个容器我们直接去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 for，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的 fn， 它是在 im s 冒号，那下面部分我们都要内缩都全部要做内缩的事情。注解是不需要内缩，但是其他的统统内缩，这个就要加上 print。好，这边内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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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缩。然后我们这边的 wait key 我们还是让它0了。那我们就是我们只要按键之后，它才会选取下一张啦。所以我们这个刚刚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只要再将这命令格再执行一次就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将它做执行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刚刚的第0章。好，所以这是第1章。它是猫第2章也应该是猫，第3章这应该是狗，确实也是狗。那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它相关的信度。那这一张的，我们看看这张是我们家那一只狗，所以它的信度就没那么高了那这个是也是我们家那只狗，它在玩一个结绳球结绳球。那这个角度看起来其实蛮像猫的然后它还是被预测为狗但是几率值就比较低只有62%所以原则上呢，我们这一份的测试在本机端都蛮 OK 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将我们的本机端的程式呢这个 IPython Notebook 的档上传到 Google Colab 上面，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修改。